听到安承熙的感叹，一旁的孙姐不禁笑着问道：“那萧家的萧初然呢？您觉得如何？”萧初然，安承熙沉默片刻，认真道：“某种程度上说，他有恩于陈儿，但陈儿与他结婚4年，她不曾怀孕或者生下一儿半女，所以我推测，两人的婚姻应该外强中干，有名无实。从陈儿为他做过的事情来看，陈儿对他应该一片赤诚。在这种情况下依旧有名无实，那问题应该就出在萧初然的身上。”说着，安承熙又道：“他一定有他的原因，我不能妄加揣测，但这是否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他并没有那么爱陈儿，亦或者他不如陈儿爱他那般爱陈儿呢？”孙姐点点头：“夫人说得对，属下也这么觉得。若是陈少爷将来与萧初然离婚，无论选择顾小姐还是伊藤小姐，对他来说应该都是极好的。看得出这2位姑娘都很爱他。”安承熙微微颔首，有些感慨地苦笑一声，说道：“离也罢，不离也罢，一切都是陈儿自己选的。过去20年，我没尽到做母亲的职责与义务，而今更没资格对她的择偶指手画脚。只是你问起，我聊起，仅此而已了。”孙姐点点头，不禁感慨，其实苏家那个知瑜，宋家那个婉婷，也都是万里挑一的好女孩，而北欧那个海伦娜也挑不出什么毛病。陈少爷的异性缘确实比一般人要好得多。安承熙轻叹道：“这些女孩确实都是难得的好姑娘，只是不知道陈儿的出现是否会耽误了他们的幸福。”说罢，安承熙又道：“都说《神雕侠侣》中的郭襄当年在风陵渡是一件杨过误终身，但仔细想想，这书中被杨过耽误的又何止郭襄一人？程英和陆无双孤独终老，难道就不是被杨过所误吗？还有那生于绝情谷，死于绝情谷的公孙绿萼，更是被杨过所误，惨死在杨过面前。那完颜萍虽然最终嫁给了别人，有了归宿，但她这一生又真的幸福吗？”说到这里，安承熙唏嘘不已地问道：“对了，孙姐可还记得杜海清？”孙姐连忙躬身道：“回夫人，属下当然记得。杜家大小姐痴恋长英少爷的过往，在燕京的圈子中，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安承熙表情有些扼腕地感叹道：“30年前的她，像极了郭襄。在我与长英结婚之后，她又如完颜萍一般嫁为人妇，而今却又如程英那般，孑然一身地回了长英住过的老宅隐居。她这辈子过得并不容易，更不如意。万幸此前在金陵紫禁山隧道，是陈儿救了她和她女儿，否则她这辈子过得实在是太苦了。”孙姐也不禁长叹一声：“哎，如夫人您所说，杜家大小姐这辈子确实过得不易。”说着，她又连忙补充道：“不过现在的她，应该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安承熙摇摇头，眼眶微红，又闪着几分光润的轻声道：“如果始终深爱一人而又始终不得，那人生便至多只有苦尽，没有甘来。他在拍卖会上拍的我与长英住过老宅的那天，应该便是他苦尽的那一刻。只是苦虽尽，而甘未来。陈儿在拍卖会上把老宅让给他的时候，我也替他高兴许久。将来若是有机会，我甚至想登门拜访，与他握手言和，再与他促膝长谈。”说到这，安承熙稍稍停顿，又娓娓道来：“我想告诉他，当年长英在遇见我之前的某一刻，也曾被他多年的坚持和痴心所打动，也曾想过要与他携手走完此生。只是在长英几乎就要做出决定的那一刻，命运让他遇见了我。于是他那么多年的努力功亏一篑，而他却根本不知道，他曾经无限接近那个他最想要的结果。”孙姐问他：“夫人，若真有那天，杜海清会不会误解了您的用意，觉得您是在向他炫耀，或是其他什么？”“不会。”安承熙道，“我想他会很欣慰，然后跟过去的他自己，跟他记忆中那个曾经对他熟视无睹、绝情到底的叶长英和解。我们或许会成为很好的朋友。到时候我可以在金陵寻一处宅院，闲时便去找他叙旧，做一对老闺蜜。”说罢，
安承熙连忙摆摆手，岔开话题问道：“景清到了吗？”孙姐忙道：“还在直升机上，快到了。”说话间，山谷中已经能够听到直升机引擎的轰鸣以及旋翼的破风之声。孙姐道：“夫人，是景清到了。”好，安承熙点点头，让他直接来这里见我。数分钟后，直升机在别院外的空地降落，一位身穿僧袍、披着袈裟的和尚大步走向别院大门。大门恰好在此时打开。孙姐看着那和尚，微笑道：“景清，夫人等你多时了。”这位和尚便是近几年非常出名的景清法师。景清法师年纪还不足50岁，而且正式出家还不足20年，但凭借对佛法的精深理解与独到见解，已经成了现如今备受肯定与追捧的得道高僧。他这些年到处讲法，不是贪图任何功利，而是希望能用佛法中的哲理来教会人们乐观看待人生百态。他一向关注抑郁症群体，这些年也尽全力在全国各地为抑郁症或者有抑郁倾向的人们宣讲佛法，以此来换回他们对世界的留恋。无形中不知拯救多少迷途之人于绝境，是大善之人。而他之所以能够在佛法上突飞猛进，除了自身的悟性之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那便是他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名修士。他能感悟灵气，也能通过自身体内的运转提炼灵气，让灵气变得更加精深。不过他的天赋不足，开蒙之后灵气全在识海之中，所以他不具备叶辰那般恐怖的实力和夸张的神通，只是识海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与提升，所以便使得他在研习佛法的时候有了更深层次的解读与感悟。此时的景清法师在孙姐面前双手合十，说了一句阿弥陀佛，随后便快步走入别院，来到安承熙的面前。见到安承熙，景清法师双手合十鞠躬，语气也带着十足恭敬地说道：“景清见过夫人。”安承熙认真道：“景清，你现在是得道高僧，在我面前不必这么拘谨客气了。”景清法师语气坚定地说道：“夫人，景清能有今日之大彻大悟，全靠您当年点拨，没有您，便没有景清的今日。无论何时，您都是景清心中仅次于佛陀的存在。”安承熙微笑着点了点头，道：“你有你的想法和坚持，我不多勉强。”说着，安承熙又道：“直入正题吧，这次仓促请你过来，是因为我听说你近日在灵隐寺宣讲佛法，刚好离这里不远，所以便请你来，替我点拨一个小姑娘，帮她开蒙。”景清法师微微一怔，下意识地问：“夫人，您说的开蒙，是当年您帮景清开蒙的那种吗？”“对。”安承熙点点头，“他与你当年一样，都有凭借识海开蒙悟道的潜质。我要你将当年我跟你说的一切，原封不动地告诉他，助他悟道。”景清法师不加思索地恭敬道：“好的，夫人，景清遵命。”